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记频道大马番薯日记，我是杰克。今天呢是2023年的2月14号，今天起得特别早，因为呢今天我要进新加坡去何精彩律师馆。如果你是住在 JB 的朋友，你应该会知道，也听过这个何精彩律师馆。北部的朋友可能会不清楚，但是呢，如果你是南部的朋友的话，你肯定知道何精彩律师馆，就时常会有在电视里面出现的那个广告啊。那今天呢，我去何精彩律师馆干什么呢？相信之前一直有 follow 我的朋友就知道，去年有遇到一些租共纠纷，在新加坡租房间的时候遇到一些黑心屋主之类的。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影片的话，你们可以去追踪我前几期的影片，对，就是有讲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过后的结果怎么样了。那你们也知道嘛，我也是有在影片里面讲到那个屋主就是所谓的阿杰，他已经把定金退还给我了。可是呢，其实就在还这个定金的时候，这个阿姐其实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呢，今天我过去何精彩律师馆，就是要咨询一下律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到底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阿姐她就游走在灰色地带，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伸张不到那个正义啊，你们知道吗？所以呢，现在话不多说，先让我们进新加坡先，我跟纪嫂会过去了，等一下见。OK， 好，观众朋友，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到了何精彩律师馆的附近啊，就从 Jurong East MRT 那边下来，就在前面的，就是在这栋青色的楼这里，好像是3楼啊，对，要从哪里上呢 ？OK， 所以呢，它是在这个大牌131 3楼243，这样子走到这边，就是在 NTUC 的附近这里，走上去，所以就是在这边。观众朋友，我们到了，进律师馆有点紧张，是不是？讲真的，我是第一次来律师楼啊，趁还没有人来的时候，看一下这边周围。真的是 low 所以其实呢，好像还蛮多 client 的嘞。佳佳走过去。OK， 好了，我觉得不可以再进去啊。这边是他们的房间。OK， 在这整间 office 里面，我就找到一个华人。然后他是 Raven， 他也是从 Malaysia 来的，是吧？对，我从槟城过来。你在那边工作了？我在工作，整10年有了。10年有，就跟我差不多一样。你来这边是？我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哥哥有发生了一个车祸，在5年前。Don't mind to share 一点点哦。可以。他就是给新加坡得失创了咯。在这个5年期间，我们其实有请了一个律师，但是那个律师在那个5年没有回应我们。也是新加坡的律师。也是新加坡的律师，对。Okay， 那你怎样找到这个当我们在找我们的旧的律师，因为那是 COVID 2年之前，我们哥哥又不能过来嘛，他回去休养嘛。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要找回我们旧的律师的话，我们找不到。那刚好有一个 officer 在 High Street 的那个 building 里面，他就讲说，你可以 try 看HOH 何精彩的律师楼了。那我就介绍你。他是讲说你可以过来，因为那边全部是律师楼。OK。所以他就介绍我们过来，讲说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律师，他们是不错的。那我们就拿这个机会了。都说你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接触到对。但那时候你就没有想到就直接 contact， 还是因为你不知道这边？你是北马？我是槟城的，所以槟城啊，槟城那一带。对啊。我就上网就查了这个名字，那我就看他的总部在哪里了，我就直接带我哥哥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跟我一样是9后人，就知道啊。因为当初没有发生什么东西，我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公司名。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活络也是给我们了一个机会，来看到有光了，就是说可以。希望全部东西顺利。OK， 初次见面就问了他那么多私人问题，祝你全部顺利。谢谢你。OK， 谢谢你，你也是。好，我觉得我的律师可能应该准备好了，就要进去问一下关于这个房屋纠纷的东西。Hi Zach,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Jurong branch office. So I'm going to leave our lawyers. This is Brian, Mr. Brian Lim, and also Mr. Fu Chanyu. Okay, Zach? Thank you.
OK， 好，今天很荣幸的，我们有 Brian 还有川日，有这个机会啦，就是我可以来这边问一下我的那个租共纠纷的东西啦。首先啦，先来讲我有什么东西是忽略了的。我think第一你们没有签一个合同，问题就是从那边开始。租一个房间，通常一定会需要有一个合同啦，合同里面就会讲出那些适合的条款是什么。他不要签的话，那个时候就是我应该要 insist 讲一定要签会比较好，对吗？不一定是说每个案子都会需要有一个合同，有时候是通过 WhatsApp、微信，但是双方同意的那些条件条款都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啦。但是我知道，可能他那时候跟你接洽的时候，可能这些东西都没有跟你讲得很清楚。对，问题可能就是从那边开始啦。如果这些都讲到非常清楚，可能会避免掉一些问题啦。就是那时候他不要讲这些 detail， 就是为了可能要让我去付这个定金租下来。这个东西算不算是他的那边的错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过后了才讲，就是我租了给了定金过后，我去到了租下来过后，他才跟我讲这些 detail， 这算是他的错吗？所以就特别重要要有一个合同，因为就是确保说双方先肯定了全部的条款之后，还付定金，签了合约就定下了，就不会以免以后你给了定金，然后他又再加了很多不同的条件进去，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合同，所以他才有这个能力付了定金才加了这些额外的条款。OK。所以我觉得的东西是没有错啊，就是我最大的疏忽，然后做的最错的就是没有签合同。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们真的是要租房间还是怎么样合同真的很重要。这个屋主那时候我去他家就是太生气了，然后就骂了他一轮了。就那时候就跟他讲我要做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已经知道了我接下来的那个 step 就是会去到那个 magistrate complaint， 然后他可能是稍微知道一点点法律啦，所以他就在 the next day 他把那个 deposit 还给我，就让我 lost 了这个 the right of dispute。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他在还那个定金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很不甘愿的，他还有 send 那个 message 退了那个定金过后，但其实他还是没有那个反悔的那个心在那边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从 lawyer 的角度啦，有没有什么方式或者是什么方法是可以给这种人不要再继续这样子I think 第一就是我们先考虑到你跟他之间的我们叫做民事案啦 civil case。当然你们的争议是关于定金，因为他是没有把这个定金还给你啦，所以当然我知道你也是有去追求这个事情，知道他可能很不甘愿把定金还给了你，所以其实从那个民事案子的角度，其实已经可以说是解决了那个问题啦。所以如果要继续追求这个民事案子，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啦，因为双方都可以属于说是达成协议了，他已经把定金还给你。但是如果不是从民事案的角度来看啦，有些案子可能是属于刑事案子。刑事案不是说一定这个 case 是一个刑事案子还是什么了，只不过如果很多不同的受害者都有这种经验，如果全部不同的租客都认为了这是一个属于欺骗的案子，有足够的证据，警察那方面可能就要去调查这个屋主，看这个是不是他的做法来欺骗很多人的定金。OK， 说欺骗它算是刑事啊，对吗？欺骗算是刑事，这个不是由房客来去追求这个事情，这个是由警察调查了，如果他认为有足够的证据他才会去追求这件事情啦。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有涵盖一些欺骗的成分还是什么样。当然，现在当然很难讲，这些都是一定要由警察来去调查，看了全部的证据。当然，他也会有他的机会给他的口供啦，不是说每个案子都是属于欺骗的案子。是如果你的民事案子已经属于解决了，如果还是要追求这件事情，可能唯一的方式就是考虑去做一个警察报告，看警察有没有想法要去继续调查这个事情啦。OK， 如果只是一个人的经验啦，可能证据方面开始一个欺骗的案子可能不足够了，可能比较算是一个独立案件。可是如果比较多人一起的话，房客很多人都一起被欺骗的话，这样当然警察就会调查租房子的这个小姐可能是一直以来都是以这样的形式来诈骗，这样就可能警察会认真的调查了。就是讲，如果我一个人，其实也可能会被认为是我自己讲自己爽。如果前小弟你们真的是觉得这个阿姐有欺骗什么样的话，可能可以去报案还是怎么样，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做啦。其实刑事案子从警察的角度也不是这么简单，警察一定要考虑到有这个欺骗的想法啦，他的 intention to cheat 啦，不是说一有这种 tenancy dispute 就 automatically 有这个 intention to cheat 啦。但是当然如果是有一个 repeated 的 pattern 的话就是很多不同的 tenants 都发现到，就是过了 few days 就有这些定金的问题有可能这个是他的 plan 啦，来去欺骗很多不同的 tenants。只有这种做法足够严重的话
好，警察可能才会去调查了。了解，在我的这个 case 里面哦，是有需要到律师的介入了吗？关于这种案子哦，不一定是说每个案子都一定要立刻去找律师。Small Claims Tribunal 就是如果你的争论是关于一个数目少过2万块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考虑，就是去矫而所长庭开始一个案子，那方面就不需要去申请律师了，双方也是不用花一大笔律师费来去解决这个案件了。打这个官司。那个是一定要有 contract 的，对吗？个 Small Claim Tribunal 一定要有 contract 的，对不对？不一定是说要有 contract， 当然有一个 contract 条款方面就比较清楚，比较明确了。就算没有的话，这样就可能你就要给法庭看关于你们之间所讨论的那些条件，你们的 WhatsApp 啊，或者有什么电邮，双方所商谈的那些条款。因为那时候我们 skip 掉这个 Small Claim Tribunal 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 contract， 我们就担心如果去到小额法庭就可能全部都不 valid。所以如果我没有 contract 的话，我还是一样可以去报这个 Small Claim Tribunal 的。还是可以。没有一个合同不代表你们没有同意过吗？可能是 WhatsApp 的，也可能是口头讲的。警察那时候他有 suggest 我去到那个 Magistrate Complaint，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这种法律上的东西。Magistrate Complaint 比较像是你去那边做一个申请，如果你说服那个 Magistrate 觉得说你的案子需要警察调查的话，这样Magistrate 就能够给一个指示给警方，叫他们调查你的案件。你们的争议是关于那个定金了，即使你没有合同，你也应该有那些证据来证明你有转过一笔钱给他嘛，这些也是可以属于你的证据吗？不一定是说你没有合同你就在矫而所长庭没有机会，不一定是这样讲。OK， 可能我们这边的那个方向可能错误了，然后现在有接触到了 Brian 跟传日过后呢，我们就会比较知道正确的方式。所以如果我去走那个 Magistrate Complaint 也算是一个正确的 direction， 还是不建议？那时候你的 interest 就是拿回你的定金，所以如果是要拿回你的定金当然有几个方式是可以考虑了矫而所长庭可能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可以考虑的就是出一封律师信给他讨回这个数目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 involve 到律师对，出一封律师信给他对方了，就是屋主收到律师信，他可能也是不要跟你继续争论嘛，然后他就会还你那个定金也是。通常律师信的内容会写些什么？律师信就简单的写事情的来龙去脉啦，什么事情，几时你们有了这个纠纷，然后你所要求的数额是多少，就是很简单的形容一下整个状况。就是好像notify 他已经有律师在 involve 了，就是希望你可以把这个定金退还给租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是吗？这样子出律师要给多少钱？当然每个案子都不一样啦，得看就是这种律师信有多复杂，需要多长多短，需要写多少背景这些，当然每个案子都不一样。所以你们要知道多少钱可以来打电话进来给他们。OK，so Brian 还有传日，我这边想问你因为其实我的是单一个案嘛，那你们有没有遇过一些比较 special 的个案，就是关于这种租共纠纷的？就想从你们这里就是律师的角度，或许你们可以跟观众 share 一下你们有的那个 cases， 因为其实我们在网上都会听到很多，好像讲什么 landlord 打 tenant tenant 跟 landlord 打架什么一大堆之类的，所以不知道你们这边接的案子有没有什么 interesting 的 case 可以跟我们 share 一下？房客回家发觉到锁匙换了，钱、护照全部都留在房子里面，他怎样敲门，屋主都不愿意开门了，所以其实我们有代表过这个房客啦。当然也是有些案件是房东租房子的时候，然后有些租客看到那个房子的实际的情况，觉得没有与想象中那时候他们所预料当中的。当他们在网络看到查询的时候，想租的时候，那个照片跟实际的那个房子有些区别了。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是代表过一些房东，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啦。那个 tenant 不高兴，所以就去了那个 Small Claim Tribunal 来告这个 landlord。landlord 收到了那个法庭的指示，叫他出庭的时候，他们就来找我们咨询说到底要怎样进行。就是讲那个 tenant 已经去到那个 Small Claim Tribunal， 对，but actually 那个 landlord 也是无辜这样子所以他们最后是有解决掉这个问题啦。landlord 在租那个房子的时候，也不是他们自己去 market 的嘛，是找了一个中介 agent， 所以 agent 给的那些照片之类，有些时候他们拍了，然后就大照一下，就变成给了那个 tenant， 所以当他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也是有一点吓到了，说
到底是怎样的情况。landlord 就躺着也中枪了，非常谢谢你们的那个 sharing 呀。讲真的，如果是房客啊，或者是 landlord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话，他们可不可以好像直接就来找好像精彩律师馆，或者找你们问？当然，不管他们的案子是关于什么，如果他们不是很清楚，需要一点法律劝告的话，当然是可以找我们。所以就是讲，如果真的是有什么不理解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打进来的啦。当然，观众朋友呢，你们可能不需要担心啦，打个电话进来问一下，其实也没有那么麻烦，也不用担心说，会有什么很高的 charge 之类的。那么除了打官司啊，和精彩律师馆都是做这些的吗？你们还有提供什么其他的服务的吗 ？OK， 因为我们是属于社区的律师馆啦，其实我们有在很多不同的案子代表客户，包括就是交通意外、工伤、离婚的案子、刑事案子也是有代表的。如果要写遗嘱、立遗嘱的话，我们也是有代表过。说这些都是你们的 service 啊？对。那我想知道哦，因为刚刚我在外面有遇到，就是你们的 client 啦，我也知道他是马来西亚人嘛，所以你们的 client base 哦，是只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是我们是一个新加坡的律师馆？但是当然不只是代表新加坡人了，我们也是有很多外国人作为我们的客户，包括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印度的朋友。我们代表他是关于新加坡的案子啦，就是新加坡的争论啦。之前我住在本土嘛，然后我也是有看到有和精彩律师馆。我在巴亚雷巴，我经过 MRT 的时候，我也看到和精彩律师馆。你们怎么会有那么多 branches 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分行啦，东边、西边、北边都有了。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社区的律师馆嘛，不同的分行，客户们就不用一直去到市中心。OK， 是为了方便我们的客户啦，我们在邻里、在社区，只要来找我们就很方便。OK， 好，那么我觉得今天应该有得到一些 professional 的 advice， 非常感谢 Brian， 还有感谢传日愿意抽出他们时间来跟我们分享在他们角度所看到的东西。好，谢谢你，谢谢 Brian， 谢谢传日，谢谢。OK， 好，所以呢，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然后其实刚才已经有跟 Brian 还有传日谈过了过后呢，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我去寻求律师的一些咨询哦，并不是代表我要置那个阿姐于死地之类的 ，OK？ 我只要跟律师确认一下我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对的，因为之前我的影片呢，就是有跟大家分享我的整个过程，我只要再一次确认多一次，我去的这个方向到底对还是不对。然后该从 Brian 还有传日的讲解呢，我就大概确定了，只是说有一些东西哦是我忽略的，好像其实我还是一样这样可以去到小额法庭，就算我没有 contract， 我还是一样可以照走的。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呢，所以我想跟他们再次确认多一次。所以呢，通过刚才的 sharing 哦，希望你们可以得到更多的 information。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 reference 哦，至少你们知道，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应该走哪一个方向。当然，除了警察接触律师或者是向律师馆询问，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不要觉得哦，就是有接触到律师的东西是一个很大件的事情。在这里呢，再一次感谢和精彩律师馆，还有感谢 Brian 以及传日，愿意花这个时间来跟我们讲解，还有跟你们分享，希望对你们有用啦。当然，我会把他们的联系都放在影片底下描述栏。如果你们真的有遇到什么问题不知道的话，千万不要担心，可以打进去询问。至少你们可以从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出发，他们可以给到你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就不会好像我之前那样子盲头乌蝇啊，自己去找答案，又上网找啊，然后又去问警察，问这一大堆。当然不是讲问警察不是一件好事啊，只是警察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方向的。所以从警察的方向跟从律师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两边都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啦。好啦，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然后也真心的希望这支影片对你们会有用。如果你们觉得这支影片有用的话，就 share 给你们身边朋友有遇到这种租共纠纷的。当然，就好像 Brian 跟传日讲的，我的这个 case 哦，其实就已经算是 close case 了的，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好去 dispute 了。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哦想置这个人于死地的人啦，可能就让阿姐看一下哦。阿姐，如果你有看这个 video 的话啦，请你以后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 intention to cheat， 还是你自己有一个 intention 哦，就是讲哦，这间是我的家 ，then 我租给你们，然后你们就要服从我之类的。这个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样。这个我除了要分享给观众之外呢，我是要让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那么容易被欺压的。就好像我跟你讲过很多次了，我永远都相信正义，邪不能胜正。虽然呢，你的那封 message， 就算你还回我定金过后，你还是没有那种悔过之心，但是呢，我这边是希望
望你真的可以改过啊，因为其实你也不小了。But anyway， 这些东西都是过去了的，只是希望这支影片对在看影片你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就给我一个赞，还有分享给可能你们身边正在经历这些的人，不需要害怕 ，OK？ 你们可以打去问，你们可以问警察，你们可以问律师，千万不要让人家欺压。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那么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拜。